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那看到这个大炮，没有错，我这次使用的依旧是混沌矮人啊。好，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我方的兵表。这个就是我之前用的蛮高兴的战力旧炮，这个非常的好用，它对于步兵的伤害力很大。那这个是这次依旧使用的是死亡系的领主啊，那蛮好用的，有灵魂榨取打单体，混沌斜阳打群体，然后恐惧骑士化身，稍微提升一下我方的士气。那基本上这边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还有前方的步兵单位带着地狱守卫，那还有带一队混沌矮人勇士。因为钱算的没有很好，那这次我带的是雷同手精英版本，那只带了一队，那后面还是带了3队的克达伊火翼。我们看一下，它这边针对步兵有加成，然后也是有着破甲伤害，那这边破甲伤害高达84哦，很可怕。那它本身也是自带80护甲。也算是个重甲单位，非常好用。那我们这一次敌人是歼旗，歼旗主要的特色是看看它的血条，上面有一个护盾，类似《星海争霸2》神族那种的护盾，只要脱离战斗一段时间，这个护盾是会慢慢自己补充起来的。不管是歼旗的哪个单位都一样，这是歼旗最大的特色。我们这边首先看一下这一次的领主是卡伊洛斯，那主要是带了歼旗蓝焰，然后歼旗火风暴，那就是依靠这2个去尽可能的斩杀对方的步兵单位或者是领主等等之类的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歼旗蓝焰要斩杀有点困难，反正主要目标就是清除对方的步兵单位为主。那这边我带了非常大量的步兵单位，就是长矛兵跟掠夺者混合的版本非常多，然后带了一队歼旗神选者步兵版本，那这边也都是很多步兵单位，那这边也还有一队长矛兵，这边也是一队长矛兵，那这边还有2队比较高阶的单位是这个高阶歼旗火妖，它射出去的火焰会变成龙卷风那样扩散出去，它打步兵非常的可怕，打得好话搞不好2发就可以把一队部队给蒸发掉。然后这边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歼旗的怪物单位，它的射程是250，已经算蛮远的了。歼旗本身没有太多远距离攻击的手段，就是炮兵这种的远距离攻击手段较没有，所以这个距离已经算非常远的。然后对大型单位有加成，也有破甲伤害。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吧，因为这边已经都打起来了。好。相当不少的法术往我方的领主招呼啊，非常的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高阶火妖的攻击哦，它射出去过后会像龙卷风那样扩散下来。然后我们这个雷同手不断的攻击对方的领主，灵魂榨取也放在他的身上，他直接跳下来攻击我方领主。好，这时候就是雷同手直接转身。好，他将。没有，雷同手这边没有转身，然后就是直接开始射击对方的神选者，对方神选者也受到了炮击，非常危险。好，射完一轮，赶快跑了。不过矮人这个短腿就是没有办法，然后靠我方后面单位接应，然后没有脱困，这还是被抓到，还是有被抓到一点。雷同手这时候要想办法赶快先跑走，然后看一下这个高阶火妖的，不是，这个是法术攻击，高阶火妖在攻击这边哦。好，灵魂大举又放在对方的领主身上，势必要把对方领主歼灭。
要不然他法术一直放，我会很难过。好，非常好，把对方的领土给歼灭掉了，大鸟已经消失了。那让我方的怪物步兵可以去做其他事情。哦，这个又是高阶火妖的攻击，这个这样扩散下来其实很可怕。如果它全部都是打在步兵身上的话，步兵会很快就发。又在打过来，这个伤害真的很夸张。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方的怪物步兵如何反杀对方。他攻击一次就是一群的哦，他攻击范围其实算蛮大的。然后对方的步兵单位基本上都举白旗投降了哦。哦，不过这个高阶火药还在持续不断攻击哦，这个输出蛮可怕的。那这时候就是我方开始要往前推进了，对方的步兵线完全推不过来啊。这边有要再做一个拦截啊。不过其实我方应该是这个问题不大，这个问题应该不太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高级火药，这个时候就开始往后撤了，然后撞到对方的长矛兵。可是长矛兵已经血量非常不健康，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压力，撞到就直接蒸发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阶火药有被，应该有算是被抓到吧？对，有，他也被我方的怪物步兵给抓到，然后现在开始，他还是可以攻击，那代表刚刚没有抓到。不过我们现在主要是抓对方的这个单体巨兽。我们看一下，很多这样子没有围住，感觉效果有限啊。这个大型单位没有围起来，不过这个扣血速度其实也算蛮快的。好，这个灵魂榨取直接放在对方身上，灵魂榨取放在单体单位身上，这个效果真的算蛮优异的，因为它的伤害这样算起来其实会很可观。好，对方的长矛兵冲过来了，这个算是被袭吧？他直接往前戳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戳在谁的身上。然后这边神选者回来了，不过对方神选者其实血量所剩无几啊，主要是剩下护盾比较多。那我方的怪物单位这时候就是要稍微转身一下。好，神选者没了，逃走了。然后这边都骷髅头反着，剩下对方最后一个单位在燃烧，我们加速过去，这基本上烧着烧着就会结束了。好的，这个已经活不了太久，就大家一起上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当初我搭配这边兵表的时候，我是想说用非常多数量的单位，尽可能的看看能不能把对方这边单位给盖过去，以量取胜。但是我发现这个是完全行不通，完全没办法。在怪物步兵面前，这些真的都是跟纸张一样，完全不能做事，一下子就蒸发了。所以等于说这些步兵线基本上是没有作为。那神选者其实刚开始走太前面，被这个雷同手射穿了。啊，卡伊洛斯冲得很快，那前面法术有放几次，有几个放的算还不错，但是蒸发太快，这也是冲得太快。其实法师型的单位可以不必那么早往前冲，哪怕你是单体巨兽，我是觉得法师我通常都是尽可能的跟在队伍旁边就好，比较不会想让他去冲锋陷阵。当然用的好坏也是可以啊，如果用它去抓对方的像是这种炮兵单位，其实抓下也是可以，但是你要看看对方有没有东西保护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自己就可以很高兴的去打他。如果对方有东西保护，你可能就会像这样子陨落掉。这个 AI 这
这些有些地方就做的蛮奇怪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